ATR， 一个类似医生分析性的电图表。在股市上 ，ATR 就像是市场的心跳率，它能够帮助我们判断市场波动的强弱以及未来可能的价格变化。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 ，ATR 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一般人要怎么解读 ATR 呢？如何使用 ATR 增加你的胜算呢？在这个视频中，将会带你深入了解 ATR 指标的本质，以及如何使用它来提高你的交易胜算。Average True Range， 简称 ATR， 中文称之为真实波动幅度均值。这是由美国的技术分析家威尔斯·怀尔德所发明。他还发明了许多其他的技术指标，比如我们所熟悉的 RSI 和 SLR 等等。这些指标至今依然被广泛使用。首先，我们需要知道怎么打开 ATR 指标。在指标里直接输入 ATR 就会显示出来，这个线就是 ATR， 左边这些就是 ATR 数值，指向这里附近选择设定，这些就是 ATR 的设定选择。系统默认设定为14，也就是过去14个 K 线的 ATR 值。知道如何打开 ATR 后，接下来就必须了解它的计算方式，这点很重要，因为它能够明细给你知道 ATR 是如何运作的。我们都知道这是 K 线主体，这是曾经达到过的最高价，这是曾经达到过的最低价。ATR 其实就是这根 K 线从最高点到最低点的计算。如果我们把 ATR 的参数设定为1，然后使用价格范围工具检查，你就会发现其实两个数据都是一样的，这就是所谓的 TR 值。但 ATR 本身就是观察价格和价格之间的差额距离。如果只是单看当天的 K 线，最高价和最低价就存在了一个限制，因为这只是反映出当时一根 K 线差距而已，无法反映一根 K 线以上的情况，所以就增加了第2和第3种的算法，以弥补实际上价格的距离。这就是 TR 的公式。首先，第一种就是当时的最高价减去当天的最低价，第二种就是当天的最高价减去之前的收盘价，第三种就是当天的最低价减去之前的收盘价，然后再从这3个当中选出最高的数字。那不明白没关系，接下来就是算法的例子。假设如果是这种情况，最高价是10块，最低价是2块，前一天的收盘价是5块，那就会使用第一种算法 ，ATR 就是8。这种算法其实就是计算最高价与最低价的差值，适合于市场波动较小的情况，例如在牛市或者缓慢上涨的市场中，价格波动幅度较小，只需要关注最高价和最低价之间的波动即可。第二就是这种情况，最高价10块，最低价5块，前一天的收盘价3块，那就会使用第二种算法 ，ATR 就是7。第三就是这种情况，最高价5块，最低价2块，前一天的收盘价10块，那就会使用第三种算法 ，ATR 就是8。第二和第三种的算法适用于市场波动较大的情况，例如在熊市或者快速下跌的市场中，价格波动幅度较大，不仅要考虑最高价和最低价之间的波动，还要考虑前一天的收盘价与当时的最高价和最低价之间的波动。其实你并不需要知道使用哪一种算法，只需要3种算法算一次，而最高的数字就是当时的 TR 值。比如假设当日的最高价是72块，最低价是32块，前一天的收盘价是47块，那么这个算法就会得到40、25和15，当中最高的40就是 TR 值。有了 TR 数值，接下来就是计算 ATR， 而 ATR 当中的 A 其实就是 average 的意思，也就是平均数。如果是连续 n 个交易日，那么每个交易日的 TR 值都要分别计算，然后再对这个 n 个 TR 值做个平均，就会得到真实的 ATR 数值。假设以5天来说 ，TR 是6、7、5、4、8和6，那5天的 ATR 就是7.2。简单来说，就是将多个 TR 值相加后再除以总数的意思。所以随着时间的移动，最后形成出来的就是一条曲线的走势。根据这种思路，你就会发现，在一个价格横向盘整的时候 ，ATR 都会比较低。而当价格剧烈波动的时候 ，ATR 就会上涨。再比如这张图，两根 K 线的差距越大，就会造成 ATR 上升；如果差距缩小 ，ATR 就会下降。别以为 ATR 上涨，价格也会跟随上涨。这是2020年初标普500的情况，当时股价暴跌 ，ATR 也是快速暴涨。ATR 指标的值越高，这就说明市场目标同意。相反 ，ATR 指标值越低，这表示市场出现分歧。因为有些人不了解 ATR 的计算方式，导致市场上出现错误使用 ATR 的情况。你可能会觉得这其实就是一条线而已，和 RSI 一样，如果形成背离，那接下来必定出现反弹，这绝对是错误的。要知道 RSI 是根据百分比，而 ATR 是根据价格差。所以如果我们打开特斯拉股价，还是纳斯达克指数，或者美元对日元， ATR 都不一样。单纯的使用背离方式是完全行不通的。
除了背离，还有就是使用 ATR 作为突破的信号指标。比如这张情况，上一次的最高点作为阻力，当股价突破阻力线时 ，ATR 也随着上涨。这你可能会说，对呀，ATR 上涨主要是因为开始形成的动能。我们再看下一张，这是2020年股市崩盘的时候，道琼指数还在上升趋势 ，MACD 还在0轴以上，随后第一根 K 线开始跌破了趋势，出现了死叉情况，而 ATR 也开始上升，随后股市崩盘。就这样看上去好像非常准确，为什么这两次股价突破阻力或支撑的时候 ，ATR 都会上涨的呢？其实并不是 ATR 的上涨，股价才有突破的动能，而是因为出现了大 K 线或跳空的关系。所以看刚刚的两个例子 ，ATR 之所以会上升，主要是因为 K 线本身价格突然拉大。之前说到的 ATR 的计算方式是以最高价、最低价和之前的收盘价来计算。当这根 K 线的突然上涨，就形成了一个大的区间，所以才导致了 ATR 的上升。如果真的有突破或出现了反转，阻力线或 MACD 就已经告诉你要跑路了，根本没有 ATR 的事。而 ATR 告诉你的就是价格差距开始出现而已。刚刚把 ATR 说的一文不值，好像没有多大的用处。其实只是我们把 ATR 这家伙放错了位置。从根本上，我们可以完全无视这整条线，只要知道当时 ATR 数字就已经足够。做股票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控制风险管理。如果你还不知道要如何设定止损点 ，ATR 就是你要找的指标。比如这里两个点形成了一个上升趋势，来到这里出现了反转信号，但力度不强。如果你想在这里入场，为了避免假跌破的情况，可以在这里设定止损点。当天的 ATR 是 4.97 点，然后使用 Long Position 从这里拉 4.97， 而最低止盈比例可以设定2倍或以上。一旦达到了，可以自然止盈一半，剩下的可以挑战这里。如果你想做空，情况也是一样。这是特斯拉股价走向，当时股价向下趋势，而且还出现了2点阻力，这就是所谓的假突破。如果单纯的跟着趋势线和 MACD， 这2点就会被市场淘汰出去。随后这里出现第3点，上影线触碰到阻力，最后下跌。如果想尝试这里做空，而当时的 ATR 为设 1.8， 然后使用 Short Position 把止损点拉到 23.6， 止盈可以尝试设定3倍，一旦达到了可以先止盈一半，剩下的可以挑战这里。随后接下来股价再次上升突破阻力，但还是失败，又在形成了假突破的现象，而且当天还上涨了 6%， MACD 也同时出现了黄金交叉。如果没有 ATR 的止损，相信又会被市场淘汰出去。这种方式的主要作用是根据最新的 ATR 数值以及这是跟 K 线价格的浮动作为参考来设定止损。这种方式能够避免一些假突破的情况，但需要注意的是，所有的比例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调整。以上的例子只是作为参考而已。在设定 ATR 的时候，有时需要把止损拉得更广。比如刚刚的特斯拉例子，即使只是用设 1.8， 也能避免接下来的假突破。因为该股票属于比较高波动性，设定更广的止损点，能够更好的避免被假突破淘汰出去。市场上没有一个最好的倍数来设定止盈，可以根据不同的市场、金融产品和时间点来进行设定。对于波动大的趋势和中长期投资，2至3倍会比较适合。如果遇到很小的波动的短线操作，倍数可以稍微比较小，但还是需要考虑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最后我们来个总结 ，ATR 本身其实就是一个衡量市场波动的指标，并不适合使用判断价格趋势。比如 MACD、KDJ 之类找买点，而 ATR 就是一种保险而已。这个指标可以被应用于任何市场，例如股票、期货或外汇等等。ATR 的系统默认为测试周期，不过这个参数可以根据个人的交易风格进行调整。一些交易者可能会选择使用更短的时间周期来捕捉更快的价格波动，而另一些交易者可能会使用更长的时间周期来过滤噪音并捕捉更大的价格趋势。因此，根据个人需求和实际情况来确定 ATR 指标的参数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止损方式只不过是 ATR 比较合理的使用方式，但市场上的 ATR 有许多各种各样的玩法，这里就不多说了。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找找看。以上就是 ATR 最基本的使用方式。如果你还对其他指标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击这里，你会了解更多。